其中最大条的叫做会引领附近区域的房价崩盘式下跌，因为一大堆流氓住进来了，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反而它会让附近的店生意更好做你1000多人要吃早餐，你是不是附近开个早餐店，然后去管委会说好啊，那发个传单塞信箱啊，这样子你的早餐生意就很稳定，就做不完，不就这样吗？以前那附近要养一个早餐店那种困难，像可以养5、6家早餐店啊，有那个麦味登有那个 Q Burger， 然后有那个拉雅汉堡，什么牌子都有，很好啊他把人带进来，并不为这些人的终老负责，他之后还是要这1000多人怎样？回去这毕业了自己想办法就会变成这个情况，他们还是要投入市场，所以在我看来叫做需求被延后，却可以繁荣那一小块的区域房价。社宅如果盖在你家旁边，我要跟你说恭喜你真的是渔翁得利的一族呢，你还那边嫌人家没有他们进来，你那个虾皮店到店你那个全联你那个美联社都不会开我的判断是这样。好，那讲完社宅这个问题是不是大问题？你6年以后你叫人家滚回去，自己去面对现实。社宅真的会拉低房价吗？真相是这样。先说结论我认为不会呢，反而会稍微拉抬，因为它丰富当地的高级生活机能，附近也会因为社宅的人口迁入，消费变好变强，附近的房价容易上涨。但是这些房子社宅了又不能卖，所以实际上你的竞争对手是变少的。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老公寓坐电梯会涨价吗？那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蛮有意思的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社宅会拉低房价吗？这是我们来讲个一样是 PTT 上的讨论。我觉得 PTT 的那个的乡民比较有比较厉害啦，就水准比较高啦还有没有那个讨论房地产等级更高的地方？有的话留言推荐一下我去加。我不是说其他地方水准低啦只是其他地方很容易就意识形态然后讲一讲就变政治那边骂房地产讨论版还是比较就事论事这样。好来，这个标题我念一下，闲聊那么多社宅以后会不会没人住？因为很短，我就把它念完。然后好奇问一下，社会住宅居住有年限限制3+3 6年嘛？小弟住的桃园社宅一栋栋完工，几千户的一路，未来时间到，住户就必须迁出或是转去其他社宅，低收不讨论。在人口持续减少，社宅又有期限的情况之下，未来的社宅会不会没有人住？有道理，对不对？有道理。社会的声音蛮可爱的。之前就说建商房子盖太多没人住以后没人住点灯率怎样那现在又说社宅盖太多以后没人住，不会啦，这个居住正义大侠不是就是在等这个以后住社宅吗？OK 的，超多的。好，不讲干话这个社会住宅会不会有人住的题目，这个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我想讨论的是延伸出来的另一个题目，就是假设你家附近盖了一堆社宅到底好不好？这个也是很多那个社宅要盖就被人家居民什么陈情抗议的地方嘛以前都在讲什么？以前都在讲说住社会住宅就是弱势弱势的话就会拉低当地的房价松山社宅还是给它盖下去。那待会我们都会看到那个房价没有跌的证据我先说结论盖社宅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利大于弊利大于弊。为什么？好来，社会住宅最容易被靠北的地方是会拉低当地房价，但是实施到现在并没有看到哪一个地区的房价因为盖了社会住宅然后就被破坏掉就被拉低。像我去找桃园的社会住宅，来，这个地址是桃园市八德区建德路103号。为什么找桃园？因为我刚刚念那个 po 文不是说他住桃园嘛，盖了还蛮漂亮的呢。好，那这个他提供一房就152户，那个2房提供170户，3房提供96户，很标准嘛，对吧？很标准，因为新房子。这公开资料我们来看实价登录附近来八德区建德路106号7楼，108年3月他买总价1130万，113年7月总价1980万，你看喷了850万。请问他旁边是社宅呢，然后还提供了，你看这样加一加几户了，快400户，还是给你喷850万，影响房价影响在哪？
所以你要知道哦，盖社会住宅是好事情哦，是好事情。那除了房价会被靠北以外，那再来就是居住的品质会变差，因为会来住社宅的素质都比较不好，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那我的观察是，其实也没有，我自己想抽我还抽不到嘞。怎么说？因为申请社会住宅的条件其实蛮繁琐的。看这个是台北市的社宅申请的门槛，内容很多我就不念了，反正就是你要准备一大堆资料，户籍誊本、财产清单、所得清单，等等有的没的。这个对我们这种常常在做类似事情的人来讲，就财所清户籍嘛，这哪有手？那不是都放在那边吗？好，你现在去叫一个就没有了解过房地产，你说来，你财产清单、所得清单借我看一下。他怎么知道这个东西要去哪里请？你要跟他讲说，要去当地的那个户政，然后怎样用国税局什么的。然后他说，可是我要上班这样我要特别请假。你看毛了一堆。好，总之就是有一个门槛然后有申请能力的人，我不是说有能力的人，我说连这个申请都要有能力的人才能够帮忙申请。他就跑完这些流程，然后再申请，然后有的还用抽的，所以他无形中就排挤了8+9。8+9，凶一点，8+9现在都被通缉啊！他还跑去说我要我财产清单，不是直接被抓吗？那就算是申请过通过了8+9，也是素质比较好一点的8+9他可能讲话也很礼貌，然后就包个手这样好。而8+9去申请住社宅，这个拿出去讲不能听啊！为什么？因为没办法开趴嘛，开独趴或什么的嘛，那是社宅，对，所以他们都觉得说，我住进那个社宅后怕变没朋友，这个是我真的听那个8+9讲的明明就有资格，但是就没去申请，他们就是要住在外面，然后乱搞这样。而住社宅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有点丢脸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印象大概是因为以前的国宅都是什么退休老兵老人低收，政府盖出来给他们住的，不然就哪边要拆迁先盖出来给他们住的，然后盖也烂烂的盖这样。现在回头一看，我靠，那一些国宅其实蛮屌的，这个格局方正到爆这样那厕所超大一间大家对国宅的印象就还好就什么的脏脏的墙壁没洗什么，然后出现那个住国宅就是等级比较差的那个刻板印象那一样住社会住宅就感受上观感上就低人家一等。但是您看这几栋我就不说了反正就是社会住宅服务中心好几个社会住宅外观盖得很漂亮对吧？那个你路过你会以为是哪个建商的新建案，而不是说社会住宅一看它老旧脏乱这样，不会就盖很 fashion 这东西如果是推成一般建案的话，我看也是蛮热销的为什么？基地方正对不对？最后你要知道，社会住宅带来大量的人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社会住宅是个好事情你看一个社宅盖起来就是上千名的人口涌入，它户数不会到1000户但一户住多一点人嘛那大概500、800、1000多人是做得到的，而且这些是常住人口，一住6年，也就是说这一区会多上1000多张吃饭的嘴，那就代表说它会加强这附近生活机能的发展。7-Eleven、全联、家乐福本来什么都没有现在因为社宅开始移入以后，隔个半年1年，虾皮电脑店都把它开起来因为太多人要求那看到这边人多，企业就会进来了，那各种重大建设也获得改善，像是公车就会变多嘛，然后有一些新学校要跑出来嘛，所以这个对该地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当然蛋黄区就是没差它本来发展就很健全，但以说那个蛋黄区它本来就体质就够好，它就不会被社宅撼动好，那你看，假设这个区域的生活机能变好了你房价起来，这很合理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什么对手，你最大的对手就是多了那个400-500户的社会住宅，他们都不会买卖，却凭空帮你把附近的生活机能变好，这不好吗？你至少就是少了这个社会住宅的竞争对手在那边跟你看一下房价涨它就要卖，不会嘛？旁边盖社宅没有什么不好，至少我现在没有看到是什么很恶劣的缺点。你说租金被拉低，社宅都被抢租，那你在出租的时候很难遇到旁边社宅刚好有在出租的啦。社宅它一开办很快都会满，没有在那边出来，因为长期在影响市场的像我刚才 po 的这张图来你看户数，第一间3户，第二间2户，第三间2户，对，这是社宅在租零零散散的租然后你说他们租金哪有多便宜？
哎呀，现在新房子呢，那个你附近中古找到的租金应该都是比较低的然后零零星星它影响不了你的租金。所以你问我怎么看社宅，我说它并不影响大局，还对你有利，所以你不用特别去避开它大概是这样。我就很纳闷，为什么高雄空地那么多，这个盖社宅好像速度没那么快那不然社宅一盖是很精华的地区，你可以盖不那么精华的地区嘛，把社宅让它拉一拉，这个没什么不好像台北我乱讲以下是我讲的干话。我就觉得淡水是个做社宅很好的地方对啊，你要通勤但是淡水土地这么大，1616公顷，还一大堆未开发，你那也完全可以造镇然后再看怎么配套嘛。现在巴黎大桥不是也要好了而不是说就把社宅就盖在寸土寸金的地方房租又很贵，然后又怎样一大堆事情，你就盖到稍微交通距离远的地方也没多远，它也是吃附近的那个重大交通建设。你一盖可以4-5千户呢，对啊所以我自己的看法，那个某个盖社宅盖得最猛的人，他后来自己还不是在专访的时候讲，他说社宅盖在黄金地段，他现在想一想，他觉得他错他用那个做西装的布料去做内裤我们讲成这样难怪被人家哭这样好啦，我们回来，就是社宅它不是嫌恶设施，你不用特别避开它，而且它楼下很容易开全联，很容易开那个公用，那个都是对社区来说是很加分的东西，你不用去诋毁社宅，你不用去害怕社宅，对，然后它会让你附近的街区附近的吃饭，附近的虾皮电到店，通通都会开起来你就凭空拿到它有的好处，这样你还没有任何的成本，没有什么不好我说真的，讲完了，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社宅会拉低房价吗？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 PTT 上的 po 文，那原 po 提出的问题是说，盖那么多社宅以后会不会没人住我的看法是不会，反正有海量的居住正义大侠在等那另外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来讨论，就是你家旁边盖社宅，你家会怎样？我现在的看法结论叫做利大于弊，因为它带来大量的人口迁入。你看你那个社区步行15分钟会到的地方，一年一路才几个人？对啊，就民间慢慢盖然后要盖3年，然后好不容易好了，一次进来100多户差不多就这样。社宅一次可以快1000户，这样给你补这些人进来所以你附近的生活机能都会被剧烈的拉高。因为社会住宅不可买卖，所以他们又不会成为把这些房子抛在市场中来竞价的商品所以我会说，你家附近有社宅，你真的是一个渔翁得利的角色，你应该要支持而不是说社宅8+9什么，你要不要去看社宅停车场？我去看过一次，我干那个停车场是化学项目代级，为什么开双边人那么多？这不是社会住宅吗？所以不要讲好，来，那我们也讨论了这个社宅会不会让居住品质下降？我的判断是不会，因为要申请社宅的程序是有点复杂的，至少对于那些不合法的8+9，他们就在亡命天涯，你要去申请社宅是干嘛或是身上有一些刑案或者是什么的，他们是能不跟公部门打交道就不跟公部门打交道，你要去他申请那个什么财产清单，不是自投罗网所以能住进社宅的大概还是正常人。社宅一定会有一些户数是保留做那个就老残穷的这种用途那个数量很少，所以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你申请社宅这件事情是有一点点门槛的，所以已经有形成一个隐形过滤的机制能住进社宅的应该都还是正常人讲话什么的应该还算正常即使刚被关出来，那个也都是生活还能自理不那边膝盖不待机你不用特别避开社宅，也不用去诋毁社宅，因为它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可怕。如果有，那你看房价涨成这样这不好吗？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
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700坪，高雄最大房仲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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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Map 地图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这个我也花蛮多时间做的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吃喝喝我去吃这样那使用的方法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很多问题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 高雄的 LINE 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就我会说民间有一个传言叫做政府用社会住宅来压抑房价就大量提供供给然后来让民间的房子都涨不起来，这个东西是值得商榷的这是科学的讲法白话讲就是说这不应该是这样，他应该是讲错了因为社宅它目前法规上就只能住6年，3年加3年，3年到了你要续住6年，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案例叫做3年到了他觉得住得很难过，一直在等这个3年赶快结束，不会，大概都是3+3住6年，6年一到以后
他就不能够续住了，他还是要投入市场去解决居住问题。美其名叫做年轻的小夫妻抽中社宅，可以趁这个6年的时候怎么样，好好的认真工作，省吃俭用，存头期款。你看他妈的谁存到了？那摸着你自己的良心讲讲看，哎，住得这么舒服，房子又新，管理又 OK，24小时保全，然后叫我要认真存钱，没有，我要好好过日子，过滋润的日子。这6年里面，谁能存到那个头期款？我跟你说，真的是少之又少啊，真的少之又少。多的是什么？之前看那个版友在讨论也是啊，然后他自己房子出租，结果租客是之前的6年社宅期满，出来要租的，然后来发问说，租这种人会不会有问题？这些人迟早要重新来面对市场，但是过去6年的那个社宅生活又过于舒服，而且他会把他居住的标准整个都提高。就是说，他原本可能是连买老公寓都很吃力的族群，你让他住到社宅，很爽啊！住了6年以后，他在买房子，他看不上老公寓，他就只能去，那种品质的东西，然后看一看，哇，还是望洋心态，要么继续租屋。你要6年以后，马上立刻就存好头期款，就可以买房，顺利换屋的人群实在是太稀有，真的是太稀有了，所以。我的判断是，他只是把那个需求往后延而已，往后延6年迟早要回来面对市场。当然，如果有认真存钱的年轻小夫妻，这要恭喜他们啊！他们真的是政策的受惠者啊，好好利用了这个东西，但他毕竟只是一个栖身之所而已好，我们都讲台湾的情况，参考国外嘛，荷兰嘛，对不对？不是很爱讲先进欧洲文明国家，荷兰社宅几趴？40%。西宅趴起社宅呢，年轻人根本就不需要去努力赚钱买房子呢，就是认真工作，享受生活，热爱你的生命，这样就好了的这种荷兰，房价飙涨，对啊，房价还是飙涨，房价还是喷啊，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就跟你说，你迟早是要回来面对这一题的，40%都是社宅，剩下的非社宅照样给你用喷的。那台湾呢？台湾不是说什么盖到5%社宅自然会压抑房价，人家40%表演给你看，这是你目标的8倍那还是喷不要供。所以社宅6年，一对年轻小夫妻能够认认真真存到头期款，这你相信吗？我是不相信的真的有人存得下来，绝对是异类中的异类。因为社宅的生活日子实在是太过舒服。那这就是以上我对社宅的看法。我先做个结论不要去敌视社宅。这是国策，你敌视它，你能改变什么？这是国策。然后我们把它的可能造成的副作用摊开来看一看。其中最大条的叫做会引领附近区域的房价崩盘式下跌，因为一大堆流氓住进来了。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反而它会让附近的店生意更好做你1000多人要吃早餐，你是不是附近开个早餐店，然后去管委会说，好啊，那发个传单塞信箱啊，这样子你的早餐生意就很稳定，就做不完，不就这样吗？以前那附近要养一个早餐店那种困难，像可以养5-6家早餐店啊，有那个麦味登有那个 Q Burger， 然后有那个拉雅汉堡，什么牌子都有，很好啊他把人带进来，并不为这些人的终老负责，他之后还是要这1000多人怎样？回去这毕业了自己想办法就会变成这个情况。他们还是要投入市场，所以在我看来叫做需求被延后，却可以繁荣那一小块的区域房价。社宅如果盖在你家旁边，我要跟你说恭喜呢。你真的是渔翁得利的一族呢！你还那边嫌人家没有他们进来，你那个虾皮店到店你那个全联你那个美联社都不会开我的判断是这样。好，那讲完社宅这个问题是不是大问题？你6年以后你叫人家滚回去，自己去面对现实，是不是个问题？是。好，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新的讨论，公部门的讨论，公部门在演你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叫做使用权住宅。我再说一次它不是社会住宅，它叫使用权住宅。使用权住宅它讲的是你是好一块地是政府的，可是建商来 BOT， 建商来 BOT 盖房子，也要建商不出土地的钱，建商来负责盖房子，盖起来了以后，只做出租，长期出租，租约一次可以打20年，受政府管制。李展妮这东西叫使用权住宅。在那边讲说你不用买房，你只要付那个租金，租金要一次付清
或是分期，这些东西都还在研拟中，但比例大概是这样。以1000万的房子来说，你付20年的租金应该会落在350万，你就可以住20年了，又是新房子，是你要不要？我会说，如果真的发生了所谓的使用权住宅，那这个东西对房价的影响跟破坏力会比社宅还大，我们应该要去关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会怕的话，而不是现在就拿一个好好的社宅在那边开刀，没什么好。社宅就是好东西，它又是国策。那接下来我会比较关注所谓的使用权住宅这个东西，这样看看。